他听了很久的风声，久到以为那就是永恒。天玄大陆的修士们，灵石深处都受到了一次猛烈的撞击。你的客人到，这个颜色倒是意外的衬本宫。姑奶奶，天破了，你快躲躲吧！天破了是天的事，本宫还没挑完，你躲什么？来，你看这只和这只哪个更配本宫今日毛色？你说。狐仙奶奶，真破了！你快看，那是域外吞噬兽的味道，充斥着饥饿与纯粹的恨意。母亲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缕灵力，在幼崽的骨血里蛰伏了整整7年，直到今天。走了。以为自己可以假装不记得，就当是母亲出了意外，留本宫在世间安度余生。结果你们自己送上门了。别怕，往东方走。追了不知多远，毛都炸了。他那边最好有镜子。来了，谁呀？这个点上，早饭还没好。小孩，你走错了，这不是血堂，不是按着说这里是青云宗。不是你找谁？有人让我来的。走住啊！有个小孩。你叫什么？林小璐。谁让你来的？不知道名字。一个声音，他说去青云宗，那里收人，来者不拒。第11代，他和我一样，但也不完全一样。他是屏障裂缝里诞生的，一半天玄，一半域外。收下他，他的通灵能力可以听到母体在说什么。先进来吃个早饭。金宝做的还行，就是咸了点儿。俺这次烧坊宴啦！试试，俺研究了3年的配方，烧坊宴多加了一味灵果。咸了点儿，但是很好吃。听到没有？他说很好吃，不是还行，是很好吃。俺3年了，第一次有人说很好吃。本座听到了，咸了点那部分也听到了。咸了点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给冰花，不会化，可以放很久。本座有个问题，你身上的域外气息不是敌人的那种，是来找人的。是，来找你们的。找我们还是找他？都找。你们这儿有没有镜子？有，但是你是九尾天狐后裔，
本宫的名号太长，你可以简称本宫九霜娘娘。镜子在哪儿？今天的仪容属于不可抗力，需要紧急修复。你是追着什么东西来的？味道，金色的味道。说完来广场吃早饭，一只叫金宝的猪做的，咸了点儿，但还行。谢谢，本宫不吃。等等，猪做的饭，猪会做饭？你们是什么宗门啊？俺不是猪，俺是噬金兽。有什么区别吗？不过既然是做饭的，本宫可以暂时接纳。品种的问题，容后再议。你的尾巴再长第2条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本宫自己都要凑很近才看得到。不是看，是感觉。你体内有一种很烫的东西，在被一种很凉的东西压着，凉的东西在慢慢化，等它完全化了，第2条尾就出来了。我类似的经历，我体内的2种东西不打架了，热的不烧了，凉的不压了，它们好像都在等我看清楚，等我找到这里，这里是家。本宫允许你和本宫共用一面镜子，但仅限梳毛时间。谢谢。拱的一份，死的一份，2个信赖里先不分，观察期过后可以分。本宫的零食自带，不需要分。但你刚才做的那个饭，本宫可以接受，每天1碗，盐再少一点。3年了，都说咸，但都吃了。你的毛上有冰凌碎屑，10万荒山凌晨下过霜，你用这个敷一下，明天就不炸了。本宫用冰敷毛会不会影响光泽？不会，冰里有灵力，补水的。补水这个词本宫第一次听，但听着很实用。苍玄在说什么？不是苍玄，是苍玄留下的纹路，在等。等什么？本座也不知道。狐狸进门的时候，纹路跳了一下，数字从1变成了2，像是在说第3个，那边有东西在往这边看，不是人，是7个小的，在找什么？在找什么？在找我。对，就是这股味道，冷的、域外的，是斥候，是在计数。第3个不是人，是还在路上的。所以你们的纹路都是在等第3个人。本宫有个哥哥，本宫的娘临死前把哥哥也推出去了，但今晚本宫尾巴根在跳，像是在说他也在路上了。自己选。东边3间空着，北面那间因为离火房最远凉快，但是那个房间结过3年的冰，墙体可能有点裂。东边朝阳光线好，离火房远，安静，离那只讨厌的乌龟也远。太小，本宫的毛需要空间展开。东边那间再加一个条件，方圆3指内不允许任何乌龟。本座不是乌龟。你在说梦话还是跟本宫说话？本座在陈述事实，睡觉的时候也能陈述。那你陈述的时候能不能小点声？图鉴无法识别该血脉，权限等级不足。
SS，送出了 SS， 快比普通弟子多了。你是猪，本宫是九尾天狐后裔，品类不同。俺不是猪，俺是噬金兽。噬金兽和猪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好吧，本宫尊重各种层面的自我认同。俺有灵石，本宫也有。俺的灵石是自己赚嘞，你嘞不是？本宫那是借的，才不是偷的。你说的是借，但人不知道。本宫明天去补借条。狐狸，你第一次想到补借条，是因为入宗了？我才不会承认呢。哼！乌龟，本宫有几个问题。哼！第一，本座不是乌龟，是玄武，上古四大神兽。第二，问你多大了？10万岁，多一点。玄武10万岁成年，你是幼天期还是成年期？本座成年了，上一季最后一战就成年了。但你上次说自己幼田期也能打，系统备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，那是战略性谦虚。那你这壳比昨天大一圈，是成年了还是吃多了？他蜕壳了。本座是玄武，蜕个壳怎么了？我是苍玄唯一的徒弟，他总把糖伪装成筑基丹哄我吃。本宫有个哥哥，娘死之前也把他推走了，但昨晚本宫感觉到了他在。本座懂，苍玄的纹路昨晚一直亮，如果第3个真的是你哥，那他应该快到了。本宫去梳毛，刚才情绪波动，可能有几根歪了，需要重新梳。哼，歪了也看不出来。本宫自己看得出来。本宫只是觉得这个房间光线好，适合放镜子，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窗户。东边的窗户，你看，每个晴天的早上，太阳第一个照到的就是这面窗，这面对梳毛来说至关重要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原本7个域外超头，现在只剩5个了，有2个已经被西北密林深处的某个猎手残忍撕碎。本宫不知道那是不是哥哥，但从昨晚起，每当那边靠近一步，尾巴根就跟着跳动一下，那是他在用同一血脉深处的记忆在呼唤我。第3个人快了。他在山脚下劈了1年的柴，无人知晓这张普通的面容下隐藏着世道殿第7殿殿主秦渊的身份。冷月每天清晨下山，都会默默在台阶上放下一朵永不融化的冰花。昨天山上来了2个新人，一个女孩，一只狐狸。我知道，看到了。女孩左眼是金色的，和母体的颜色一样。她是母体的孩子？是，也不是。她自己说的，在屏障夹缝里关了很久，被推出来的。推他出来的那个声音，他听到是什么了吗？他们不找了，找到了。万法归宗体质经过3年温养，已经能精准分辨域外气息的意图。4只赤毫，3只在犹豫，而最大的一只正在冲锋。目标不是山门，而是东边云小路的宿舍。金宝，把所有人都叫起来。赤毫来了，1只不躲了。7只，昨天说7只，4只，有1只比另外3只急。大的那只修为接近天人境，小的炼神巅峰。他们不是斥候，是列队，找人的是小的，抓人的是大的。谁派来的？不是母体，母土的气息是金色，这4只是暗红色。苏晨、冷月，你们去西北解决外围3只小的，不要硬打，小的跑得快，用冷月的冰封住退路。苏晨正面接。
金宝、双双，你们去东边，东边那只最大的还没到山门，卡在半路，卡在青石镇外那片乱石滩上，他在犹豫。和他，本宫第一次出战，仪容必须。他不砍你的毛！你不在乎就不要看本宫，打你自己的。金宝的搜金术能定位赤贼身上的域外灵石，双双的幻术能制造假目标。你们两个配合拖住大的，不硬打，拖。等苏晨冷月解决小的回来合威。驼，俺最擅长驼，讨价还价的时候，俺能拖3天3夜。赤贼不跟你讨价还价，那俺先是不行再跑。看到没有？他嘴里在嚼，不是灵石，是石头。他吃石头，石头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本宫不是来听你点评他的饮食的，本宫负责幻术，你负责定位，不要主动，等他先动。你怕？本宫不怕，本宫最漂亮的尾巴，今天是蓬松度最好的一天，不能被碰掉一根毛。那你还是怕？你的耳朵也在塌着，你也怕？俺是战略性耳朵塌，减少风阻。你先过俺这关！双双幻术困他！尔等凡物，吃本宫娘的那只，今天不在，你替他赔本宫的毛。哪个是真的？都可能是。你选错了，本宫的幻象会就是现在。找到了，他肚子里的域外灵石在第8节鳞甲下面。本宫的幻象在啃，不对，他在啃本宫的幻象。左边那只，他把本宫的左分身啃了，那是本宫今天梳的最顺的一撮毛。金宝，打他肚子，看打！他们很饿，不是饿，是缺能量。世道殿没了，他们失去了灵石补切，在啃石头。师姐，冰里有你的灵力，他在吃，不是破坏，是进食。冰可以吃。本宫看到了。他在叫什么？第3只不是，那只大的退化了，变成幼崽了。它不是在叫，是在什么？在说对不起。对不起谁？对不起你。他说他的族群是当年世道殿遗弃的，没有主人，没有灵石来源，一直在荒野里，只能吃石头，越吃越退化。他的母亲也在那次和你娘同一天死的。他说他母亲是被派去攻击你娘的，但他没有，他是幼崽，他躲在后面看着，但没救。他在说对不起。本宫不知道该怎么。母亲还活着，在外面等，你可以回家了。母亲还活着，在外面等，你可以回家了。备用，俺备了5根，没想到第1仗就断了1根。本宫的尾巴今天第1次当武器，战绩1块圣境灵石，还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叫什么？还没有名字。他说他从来没有过名字。本宫也没有给谁起过名字，但本宫可以给你起，
你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，吃石头长大的，叫你石宝。石宝听着像你失散多年的兄弟。哼，不必争了。他选择留下来，是选择小路，名字就叫石，本宫起的，不许改。4只赤豪解决了，但西北的密林里还有一个人，他杀了3只赤豪，还在极其执着地追杀最后一只逃亡者。你追完了，往这边走，这里有人在等你。娘，看到没有？他们说欢爷回家。来了。他比上次温柔多了，上次是一根手指破开裂缝，这次是在等门开。他在等什么？等在门里的人先伸手。进来，门是开着的。本座10万年前唯一一次和域外生物碰上，是苍玄传至和忍者手里，那一碰，苍玄碎了一半的壳，但他赢了。10万年后，本座碰的是你，手是暖的。10万年前，初代万法归宗劈下那一剑，实为斩杀母体身后的殖民者。母土瑟缩间，孩子意外跌入屏障夹缝，直至饥饿吞噬了理智，却仍妖灭不了寻找的本能。娘，不是你弄丢我，是战争弄丢的。娘，我收到了。这不是眼泪，这是域外之心的一块碎片。当年初代万法归宗把心劈成碎片，藏在屏障各处，每一片都是母土的一部分。他把最大的一片留给了你。他们在说话，说啥？安婷婷。不是说话，是在确认，是在确认这颗碎片是不是真母体的。母体确认了是，然后他说：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本宫长毛了，不是尾巴，是心毛。第2条尾巴开始长了，不是真的突破，是被你们碰出来的。不是碰出来的，是被放心碰出来的。你体内你娘那丝灵力一直在烧，在咬，在恨。现在母体用碎片碰了你的珠子，等于母体替你娘说了一句放心，然后你娘的灵力安静了，然后你的尾巴就可以长了。本宫的尾巴今天不分敌意，你们暖和，本宫也暖和。母体今天最后那个手势不是放的，是交。她把她最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们了，域外心碎片等于她的命，她把自己的命托付给了天玄。那我们就得还，不是还命，还信任。母体信任我们，我们得证明她没信错。碎片需要集齐。当年初代劈碎了域外之心，把碎片藏在屏障各处，每一片都在能压制域外吞噬之力的地方。大部分在师道殿残余分队的地底，少部分在天玄大陆各处，被时间埋了，但灵力还在。哥哥在加速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在母体来过的这天，他感应到了母体的气息，不是暗红的那种，是金色那种。他感应到了，然后他不再是走，他在跑。他想在被母体祝福过的地方见你。
你那个珠子每天早上会在本宫镜子里加一层滤镜，滤镜的颜色意外的衬本宫。他在跟你打招呼。珠子会打招呼？不是珠子，是我娘。珠子是我娘的一部分，她每天早上透过珠子看到你在镜子前面梳毛，就会多看你一眼。你毛上那层金色是她看你的方式。这颗珠子是域外之心的一块碎片。当年初代万法归宗把域外之心劈成碎片，每一片碎片都嵌在能压制域外吞噬之力的地方。所以，娘给我这个是钥匙，第一片，最大的一片。她把它给你，信你会帮她。碎片还剩多少？在哪里？世道殿第7殿总舵1回，第1分舵1回，第2分舵北荒废弃矿煤地底300丈，第3分舵西漠沙海之下第4分舵南域沼泽，第5分舵东荒青石镇青云宗。北荒、西漠、南域、青石镇、青云宗。明天早上上山，师姐会需要这个。我是凡人，上山能做什么？送一张图。他说过，山顶上收人，来者不拒。凡人也在来者里面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我没有修为，没有脸，没有世道殿，但我知道碎片在哪儿，每一块都记得让我带路。每一块碎片，换你回答冷月城一个人的名字。第一个，冷月城守将，他叫什么？冷风，圣境巅峰，冷月城守将，破圣真封了全身修为，灵力全锁，只剩肉身，挡在城主府门口，没有退一步。我刺了37剑，左肩、右肋、右肋、左腿，最后一剑刺在心脏，站着死的，没有倒，风把他冻住。直到了冷月城的大雪把他埋了。继续，下一个。冷月城城主的妻子，她不是被世道殿杀的，她是自己走到广场中央，挡在城主前面，引爆了丹田，炸碎了3位天人境护法。她自己的名字我不记得。他从来没对敌人报过名字，他只报了冷月城城主夫人。第6个。放这儿，好了，继续。第48个。72个。第101个。10万钱苍玄碎壳那天，本座也是这么一个一个报的，报的是死在殖民者手里的天玄修士的名字，报了整整1页。第372个，冷心，出生3天，他的母亲把他藏在城主府地窖的米缸里，和大米混在一起，我没发现，但他哭了，哭声穿透了米缸，穿透了地窖，穿透了世道殿的禁制，我听到了，站在地窖门口站了很久，没有进去，不是放过他，是不敢进，他的哭声太大了，大到我左眼眶里的域外之眼被哭声震得裂了一道缝。那是域外之眼接中我10万年来第一次被一个人的哭声震裂，所以我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冷星。3天大，哭声圣境都挡不住。这朵是你的，不是冷月城的人，但你是记住他们的人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372个，你说完了。第7块碎片不在世道殿分舵，在青云宗山底下。你说青云宗山底下那个位置？封印法子，清玄子当年封世道殿入口的地方，域外之心碎片最大的一块，嵌在封印法则的正中央。拿走它，封印就松了，域外的裂缝可能会重新裂开。但如果拿走，母体就能恢复全部理智。对，但是它能不能撑到裂缝修复，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图给你们，路我带。但第7块碎片，你们自己决定拿还是不拿？拿。那个婴儿，冷心，
如果还活着，现在多大了？4岁。如果活着，如果活着，你欠他一条命。我欠所有人一条命，372条。不能说如果，不能替死人假设，所以我不会假设，我只记。明天北荒，天不亮出发，你带路。别说你腿疼，凡人也会腿疼，腿疼也不能请假。好，天亮前我在山门口等。到了，等我。本座纹路能感应到碎片的位置，地下很深处。10万年前，我自己设计的，每个分舵入口都有一道不用灵力的备用门。没想到10万年后，用自己设计的门来拆自己的家。谁？警戒！可能是店主。现在是凡人，开门。我来赎罪的，碎片交出来，你们可以走。一个凡人来赎罪，脸都变了，修为全没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拿下！他说的赎罪是带我们来，不是一个人来。门关了，但有后门，跟我来。当年我的逃生通道从没用过，今天第一次用，是带人来抄自己的家。俺卡了，肚子，撞得好，就是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下，俺好收服。你刚才没收服？收了，但没收够。他们在说话。珠子在说，找到你了。他说，他等了很久。他们在聊什么？在交换记忆。撤，不浪费时间。这道禁制当年是苍玄破的，同样的禁制，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不用苍玄，本座自己来。师傅，你在看吗？本座学会你的手法了，虽然姿势没你帅，帅比上次帅。上次你拍血手的时候壳还磨腿，现在是新壳。上次也是帅，只是帅的级别不同。第3位和第5名的站位反了，你们俩换一下，阵就能合上。合上之后，攻击最前面，快！我对不起石岛殿，但我更对不起被石岛殿杀的人，所以赎罪从坑里面开始。还剩5块：西莫沙海、南域沼泽、东荒青石镇、青云宗山下和第5块石岛殿总舵废墟。更深处，总舵地底，当年我关李玉琪的那层还有一层，那一层我不敢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层关的不是人，是我10万年前第一次被域外之眼寄生的时候，从域外带回来的第一个吞噬兽，不是斥候，不是野生的，是我亲手驯发的第一只，它现在还活着，在帝都靠着域外之心碎片的力量活了10万年。
他只听我的，但我已经不是店主了。我不知道他看到现在的我，会认还是吃。你的左耳谁撕的？吞噬兽，3年前撕掉了半只，但它死了。我咬断了它的喉咙。吃了？没有，域外的肉不消化，吐了，但喉咙留下了，放在娘的坟旁边。娘的坟在哪儿？没有坟，只有一个堆。我叫朔月，娘起的。被推出来之前，她只来得及说了一个字，月。我给自己补了。朔是北方的意思，北方是追杀吞噬兽的方向。双双，本宫自己起的，不是娘起的，娘没来得及，所以本宫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美的。你要进去吗？里面有镜子，有早饭，早饭是一只猪做的，咸了点，但能吃，还有很多人，他们收了本宫，也会收你。不是现在，你在这里，我看到了，他们对你好就够了。我还有一只没杀完，在总督废墟方向，很大很老，我之前杀不掉，但现在散修们在传，说青云宗在集碎片，碎片总舵地底有一块，我去过地底更深的地方，埋着不是碎片，是一只10万年的吞噬兽，被锁着还活着。10万年？你要自己去？不是去杀，是去带路。你们的人要去总土，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熟悉总土地下的路。不是说你们那个凡人向导，他熟悉上面，下面他没去过，我去过。我去总舵入口等你们，你们走上面，我走下面，在入口汇合。路上梳一下，你的毛不如本宫，但可以更好。10万年前是我设计了这道门，下面是我自己都不敢下去的地方。10万年来，我只下去过2次，第一次是把它关进去，第二次是立碑。你把他的碑立在这里？不是，是他死后他自己立的。他用最后的灵力在这间石室里给自己刻了一块碑，刻完之后灵力耗尽冻在了一起，我只是把石碑周围修了一下。碎片在你的碑上。他最后一剑刺穿了我手里的碎片，他和碎片血肉和灵力被封在一起，在这间石室里，他用自己的身体当封印。碎片取下来了，你的罪没有少，但这块碑我收，不是原谅，是替冷月城收一份迟到了10万年的墓碑。里面最底层那只10万年的吞噬兽还在锁着，但它不是野兽，它在等你们的店主，等了1万年。他不知道店主已经不是店主了。你去过最底层？去过，3年前穿过了禁制，他没吃我，他只问了一句话：店主呢？然后自己回答了，店主不在了。我感觉不到他的左眼了，然后他哭了。吞噬兽不是所有的都吃人，有些在等主人，等了10万年，等到的是主人的左眼消失了的消息。
下次来，我见他，不是以店主的身份，以一个归还欠债的人。你刚才说的最底层，你自己进去的？不怕被吃？被吃之前，先咬死他。你咬得动？咬不动，但咬不动也要咬，和你一样。清玄子不是封印域外，他是在用域外之心碎片的力量维持封印。这块碎片不是封印的负担，是封印的引擎。拿走它，封印就会停；但不拿走，母体永远缺一块，理智永远差最后一步。封印停了，域外裂缝会重新扩大，不是1寸，是不知道多大，可能是上次的10倍，可能更大。清玄子，你在吗？这块碎片我要拿走，封印会停，裂缝会开，但我会再封。不是用你的方法，是用我的方法。你的方法是一个人把命锁进去，我的方法是我身后有一群人一起撑。谢谢你们。裂缝没有涌出吞噬之力，娘在裂缝那边用手指按着边缘，不让它裂开，但它撑不了太久。我们得在它撑不住之前，用新的方法封回去。不是锁，是门。你说的门，域外之心碎片凑齐之后可以做到。母体当门框，域外之心当门锁，万法归宗当钥匙，缺一不可，需要3方全部愿意。他们都愿意，娘已经按着裂缝了。域外之心在我脖子上跳，他在说他终于等到了。按不动这些，但刚才那句谢谢俺听到了。这个俺吃了当见证，俺要用这个当第一块砖。师傅，本座明白了，10万年前你碎壳的时候，不是在守护天玄，是在给以后的人留时间。现在时间到了，那就造门。7块碎片各自飘零了10万年，每一块都有独立的记忆，如今拼凑在一起。母体需要一边摁着裂缝，一边在脑海中听他们把10万年的经历从头讲一遍。整合需要时间，不急，3天不够，3个月、3年都行。你的碎片在你手指下，门我们会造，但门造好之前，你只要按着就好。昨天你说完冷风的事，今天说你自己的名字。秦渊，霸天宗散修，12岁入宗，18岁天人境，被域外之眼选中，晋升成为世道殿第7殿殿主，为域外指问者当了10万年的眼。10万年后，眼睛摘了，修为没了，脸是自己的了。第一次说自己的名字。秦渊，霸天宗散修，青云宗山下劈柴的凡人，记住了。你的兵以前是恨，现在不是了，是记。恨会化，记不化。金宝，你手里那3颗，有一颗颜色偏深，可能是次品，本宫帮你鉴定一下。不用，俺自己能鉴定。你的鉴定方式是用牙咬，太原始。本宫的方法是用眼睛，高科技。确实是极品，纯度高，光泽度好，放在这里暖，对毛的生长有好处。那是镇眼的灵石，镇眼可以等，毛不能等。毛已经很好了，整个青云宗就你的毛最亮。这句话本宫喜欢。那颗灵石是赏你的，但本宫替你保管。你刚才说谁最亮？本宫不想重复，已经说过一遍的话，不重复。你说就俺的毛，不是就你的毛最亮，那就是承认俺说的对。所以什么？所以那颗灵石本宫鉴定过了，没问题，你可以拿去镇眼了。请问收不收灵根只有下品的？下品，当年苏晨来的是中品，所有宗门拒绝了。现在他的剑意能做到无剑，灵根是开始，不是结束。10万年前，本州谈笑间，果爷，你又要讲那个本座谈笑间枪炉灰飞烟灭的故事啦？本座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历史。上次你说你拍了清源一掌，但实际上是清源自己撕了自己的脸，那是另一版本。
本作拍的是气势上的一掌。所以这里收人真的来者不拒？收，来者不拒。先去金宝那儿登记，他会告诉你观察期多久。3个月，表现好2个月，表现特别好1个月，表现特别好当场入。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档？我下品灵根，不知道。你紧张，正常。每个人第一天来都紧张，俺第一天来是被追着打的，比你紧张多了。你去广场东边找那个叫冷月的师姐，她会给你一朵冰花，拿着就安心了。娘，今天又有人来了，一个炼气3阶的下品灵根，和当年的苏晨差不多。金宝让他去冷月那儿领了一朵冰花，他拿着花手不抖了。娘，天玄的修研，现在金宝说灵根是开始，不是结束，不是原创，是蝈蝈教他的，但他说的很认真。娘，我也有灵根，在这里没有人说我上限在哪。本宫的母亲今天没来，但本宫的哥哥在山脚下，每天换一个位置看一会儿，走，明天再来就进来。说是还没准备好，他杀了3年的吞噬兽，习惯了一个人。本宫给他时间，本宫的哥哥需要时间习惯被人等。本宫以前只有1种颜色，现在有3种。以前会觉得丑，现在觉得每多1种颜色，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。我也有2种颜色，是天玄，金是我娘。坛主说这只卖不出去，因为有细微划痕，没人要。但本宫检查过，划痕在背面，正面完美，给你。毛可以不用熟，但镜子要有。我还没入宗。本宫知道，观察期87天，你还有时间。观察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本宫每天从山上下来，在这里能看到你。明天我还在这。3天内，裂缝重新裂开的消息传遍了天玄大陆。青云宗召集百宗会议，共商域外之事，不是请你们来投票，是请你们来听。裂缝是金色的，不是暗红色。域外母体不是敌人。以上3条，来之前先记住。今天俺不收茶位费，宗主说了，今天是外交场合，严肃，等开完会再收。裂缝重新裂开，金色也好，暗红也好，对天玄来说，裂缝就是裂缝。青云宗说母体不是敌人，但母体按着裂缝却不把它封回去，他是要什么？你们把域外母体的女儿留在宗门，如果有人觉得交出那个女孩就能换平安，她的名字叫云小璐，青云宗第5名弟子。谁想交出她，先过我这关。裂缝是金色，母体用手指摁着裂缝边缘，不让它扩大，整整按了3天。她的力量在耗，但她没有松，她在用自己的命给你们争取时间。你们坐在这里讨论要不要交出她的女儿。我叫云小璐，半个域外人，我理解，但我不是来求你们信任我的，我是来让你们听一段话。对不起，我可以不吃，裂缝在我手指下不会再扩大，我不需要天玄，任何东西，只要不要伤害我的女儿。你的剑是被母体扫断的，你记了3年，母体欠这个世界372条命，他也在记，用他自己的方式在记。他现在不说我饿了，他说我可以不吃，这不是投降，是选择。这把断剑我记了3年，但刚才母体那句话我可以不吃，比我记了3年的恨重。我不交人，也不交剑，这把断剑留在这里，不是给你，告诉他母体，有人收到他的对不起了。你刚才说半个域外人，那另一半是什么？天玄修士，我父亲是天玄的修士，我从未见过他，但我的右眼是天玄的棕色，左眼是域外的金色。我不是半个，我是完整的一个，2种都有。我门下去年收了一个弟子，混血，世道殿残余和天玄散修的孩子，我收他的时候全宗都反对，现在他还在，现在我看到你，我觉得我收对了。天玄宗不交人。北荒来的那个兜帽下面有域外之眼的碎片，不是完整的眼睛，是假借。有人在天玄大陆上在收集域外之眼碎片，然后移植。左使还没死。师姐，那个人和我一样，眼睛里有域外的东西，但他是敌，我是家人。他来不是来听会的，是来认人的，认你的脸，认山门的位置，认母体的信号来源。
那我怕吗？怕是我来怕，你负责不怕。好，我负责不怕。师姐，这颗珠子今晚放你这里，你怕的时候它会暖。界外之子确认了位置，母体在用碎片通信，信号源可以追踪。本宫宣布举办第1届青云宗选美大赛，本宫当之无愧第1名，但需要评委，你们来评。评委有工资没？有，本宫的美貌一瞥无价。那不叫工资，那叫非物质奖励，比工资高。评委林九英、冷月、李玉琪、云小璐4个，公正有审美，不会徇私。我当评委，条件是你不能贿赂评委。本宫不需要贿赂，本宫的实力有目共睹。哪个是真的？那个都没，但最右边那只尾巴角度偏了2度。你怎么看出来本宫的尾巴角度？本宫自己都没注意到。每天看你梳毛看了很多遍，你尾巴正常角度是45度，刚才那只是43度。你每天看本宫梳毛？不是每天，是路过里的时候顺便。路过8次。每次顺便看了很多遍，本宫接受。作为一个认真的观众，你的评价：第1轮双双晋级。乌龟，你参赛。本座不参与这种幼稚。参赛有零食奖励。本座参加。本座的参赛项目：玄武真身收放自如美学展示。这就是收放自如，力量与灵巧的完美结合。你只是变大又变小了，没有美的成分。这是力量美学。你看这纹路，每一道都是战斗的勋章，每一道光都是10万年的沉淀。这不是美，什么是美？纹路的光泽确实比3年前亮了。星壳加分。你帮俺报个名，俺也想。你自己去说啊。不好意思。你偷零食的时候怎么好意思？那是生存需要。这也是生存需要。本宫刚才听到了，你报名批准，参赛项目自己想。俺的参赛项目灵石消失术，俺把这颗灵石变美。没了。好，非常好。消失的很彻底，不留痕迹，创意加分，是我见过最实用的魔术。最终结果，评委团商议后宣布：双双第1名，实至名归，不接受反驳；金宝第2名，创意加分；蝈蝈第3名，参与奖，力量美学值得鼓励。参与奖就是最后1名的意思，进步空间最大。本座从倒数第1起步。娘，今天双双举办了选美大赛，金宝把极品零食吃了，苏晨师兄还鼓掌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本宫在检查枕头质量，新入宗的床品需要定期检查，这是例行公事。枕头质量怎么样？合格，本宫检查完毕，走了。目标：每晚与母体通信，信号频率已锁定，请求拦截指令。他还没有回复，他在等更多的碎片眼线到位，等一张足够大的网铺好，然后一次收网。不是抓人，是拦截通信，是欺骗母土，让他以为有人在裂缝对面冒充他的女儿。本宫闻到臭味了，是当年冒犯本宫母亲那种东西的同类。娘，金宝今天终于不闲了，
他说他找到了关键，是灵果和灵石的比例。五只，靠着灵力环，不是野生的。双双，别！本宫不管你是什么，你站在本宫和小鹿之间了。退！本宫的尾巴，放开！这是本宫最漂亮的一条，以后梳毛会看得出来的。他想吃你的灵力，不是吃你的肉。他饿，灵力环在逼他，不完成任务，灵力环会炸。本宫不管他饿不饿，本宫的尾巴不能有牙印儿。这环安见过，食刀殿的空手环。本宫的尾巴有牙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条尾巴是本宫每天早上梳半个时辰梳了3年的，你一口就留了印。本宫长尾巴了，而且帮你摘了环，扯平牙印，本宫不跟你计较。他的力气比刚才那只大，哪个是真的？3个都是幻术，但本宫的幻术升级了，你看。别跑，摘了环就放你走。环碎了，你们自由了，可以回家，也可以留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在陪你。刚才咬你尾巴的时候割掉了一颗牙，他说对不起。本宫接受，你留下和石一起住在小鹿的珠子里。不是残兵，是被派来的，有人在召集世道殿旧物。北荒、弟弟、做什么？左使，他没死，他在用世道殿的控兽环重新召集旧部和被遗弃的吞噬兽，目标是域外之心碎片。他不只是想收集碎片，他想在母体完全恢复之前冒充母体的信号骗碎片，把碎片全部吸引到他那里，然后用碎片造一颗新的域外之眼，不是秦渊那颗小的，是完整的，和天上那只一样大的。当年帮秦渊种眼的也是他，10万年人没变，野心也没变。你的新尾巴卷东西的时候比第一条灵活，本宫每条尾巴都灵活，只是程度不同。给我看看牙印，以后梳毛这里要多梳2下才能遮住。不用遮，留着。这颗牙印是第一次有人为了救我被咬的。本宫收回刚才说的要遮住，留着，以后照镜子看到会记得有个被你救了的小吞噬兽，割掉了一颗牙赔给了本宫，还留了一颗在本宫的储物缝隙里，和某个人的碎灵石放在一起。长尾巴了，左使，他没死，上次被金宝叼走了半根发簪，但圣境巅峰的修为还在，灵机没有完全碎。他在召集世道殿旧部，不是重建世道殿，是要抢域外之心碎片。7块碎片凑齐之后，可以把碎片炼化。域外之心碎片可以被炼成新的域外之眼。当年我就是被他用同样的方法种下了第1颗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如果还是按世道殿的旧规矩，在北荒。当年第7殿的总舵遗址地下更深的地方，他3年前被金宝扎掉半根发簪之后，应该是躲在那里。但最后一条是，店主的命令是绝对的，那你现在不是店主了。所以规矩作废。出发，我给你们带路。北荒700里，2天。左使手上至少有30只空手环，还有世道殿最后3个护法和那颗假眼。假眼虽然不如真眼，但可以让他在一定范围内看穿灵力波动，包括小鹿每天和母体通信的频率。一旦锁定，就能拦截、冒充，然后骗走碎片。那就让他没机会拦截。本宫的新尾巴在发烫，北边确实有东西在发射信号，不是母体，是假的。
你尾巴能当雷达了？不是雷达，是对假货比较敏感。本宫自己是幻术师，分辨真假是本能，假信号瞒不过本宫的尾巴。如果左使炼化了碎片，小鹿脖子上那颗珠子也会被吸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打！俺以前怕死，现在更怕你们死。秦渊，你来了，你带了人来，但不是以店主的身份，是以赎罪者的身份。也好，赎罪需要见证人。当年是我帮你种下第一颗盐，10万年后你来看我，种我自己的。青云宗来了，接客！里面不止30只吞噬兽，还有3个人和一个用碎片吞体的东西。左使他用假眼和碎片重组了自己的灵机，不是圣境了，是接近大地，但是假的。碎片撑起来的修为不稳定，可以打。打，不是为了杀，是为了摘。林九婴，言出法随，万法归宗，苏晨，星河剑体，左肋半寸，冷月，冰皇。右踝偏3指，蝈蝈、玄武壳正中间是最软的位置。金宝、噬金兽怕别人为你去死，这些弱点都是你秦渊告诉我的。10万年，你总结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，每一个弱点都是你自己总结的，而我只需要用1次。那是以前被眼睛控制的时候，但你说过的话我都记得。我的左肋半寸已经有人补了，3年前冷月用冰针指给我看了，后来我自己补上了。本座这里是苍玄第1次牌的位置，不是弱点，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下。为什么看不透？弱点过时了，那就不用弱点，直接拿。本宫的尾巴可以当盾牌，不美了，但有用。你的假眼核心在第3层。停！别人的碎片还给别人。还！我的眼！偷来的眼看不透真人，偷来的碎片听原主的话，偷来的修为撑不过一炷香。这些话当年你对我说的，现在还给你。你的眼睛疼吗？母土说他不恨你。你偷他的碎片，他不在乎，他只是想让你也回家。这个还给谁？本宫看到他的眼了，那颗假眼的核心在第3层碎片粉末最密的地方有一条裂缝，是他用秦元的数据做盐的时候，数据冲突留下的。打那里！怎么看得到域外之眼的内部？除非你体内有……那气息不是敌人，是当年我咬伤他母亲时，感觉到他腹中有胎儿，便将一缕自己的气息注了进去。不是诅咒，是礼物，让孩子在任何域外生物面前被认可为同类，不会被误杀。他被指忍者附身了，我咬他，指忍者松了，他用最后的力气将你推了出来。礼物，本宫的母亲被吃掉之前，那个是太方生物送了他未出生的孩子一份保护。本宫不喜欢这个颜色，好看，像极品令师的光，真的，俺不骗人，骗人的时候俺耳朵会塌，你看竖着的。你是混血，不是天选，不是域外，是第3种。本宫不是第3种，是第11种，跟某个被7个宗门踢出门的人一样，是被2边都拒绝过，然后自己长出来的那种。撤！他还有一只针眼，能救！
他在看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你的控兽环已经摘了，所有的都摘了。颜色不统一，本宫的美学被毁了。第一条纯白完美，第二条纯白带暗红纹勉强可以接受，第三条暗红打底金色交缠，像一块被2种颜料同时泼过的布。我也有一半域外的血，我娘是域外母体，我爹是天玄修士，我的左眼是金色，右眼是棕色，和你一样，也不统一。你和本宫一样？不一样，我是在屏障夹缝里长大的，两边都不在。你是两边都在，你在中间。在中间不好看，但暖和，两边都能去。你可以用幻术金宝的河南话，也可以听懂母体的域外语，也可以用域外的感玄之看穿假眼的结构，你哪边都能去，这个不丑。对称了。本宫的美学可以兼容，不是完美，是不完美，但能接受。第3代的冰皇也是混血。冷月，你的冰皇残脉其实不是纯天玄血脉。冰皇的祖先是域外的一只寒冰凤凰和天玄修士生下的后代，所以你的冰能冻住天玄的法则，也能冻结域外的因果锁链。你一直以为冰是冷的，但冰皇的本源不是冷，是转化，把冷的变成热的，把恨的变成不恨的。所以我也是一半一半？不是一半一半，是两边的优点你全拿了。冷不是冷血，冷是另一种热，不是不恨，是恨过了可以不继续恨。以前我只能凝一种颜色，现在2种都可以。这些可以卖废铁，不对，废灵石，不对，俺觉得你们讨论的太复杂了。俺就是猪，不对，俺是噬金兽，反正俺不复杂。但俺觉得双双的新尾巴确实像极品灵石的光。天地间最好的灵石不是纯色单一的那种，是里面有光在动的那种，一层暗红一层金，光在里面不是被染上去的，是它自己天生的。你这次说得很好。真的，比本宫认识你以来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好。俺练习了很久，对着灵石说嘞，每天说，今天第一次说出来。本宫用你的镜子，你的镜子能看到金色，本宫自己的镜子只能看到白色，2只镜子轮流用，可以看全。明天我帮你梳。第3条尾巴你还没学会怎么梳，它的毛比前2条卷。卷？本宫的毛不可能卷，这一摞不算，是刚长出来，还没定型。卷得好看。北方，那东西不是活的，是被唤醒的。那不是世道殿，不是左使，不是创世母体，是第一批。域外创世母体不是第一个到达天玄的域外生物，在它之前105000年前，一支域外殖民舰队降临天玄，他们不是来找孩子的，他们是来殖民的。初代万法归宗不是为了母体造的，天门第1代门主亲眼看到殖民者伤害天门，用自己的灵魂塑造了万法归宗，但没来得及，天门还是灭了。母体是第2批，他追着第1批来的。第1批从域外逃出时，偷走了母体的核心域外之心。母体是追猎者，他追了5000年，追到天玄时，第1批殖民者已经潜伏，和天玄修士混在一起，他分不清谁是敌人，谁是本地人，所以才会无差别攻击。初代以为他是入侵者，劈碎了他的域外之心，他疯了，找不到孩子，找不到心，找不到殖民者，就吃了。他的疯不是本性，是被第1批逼的。为什么苍玄不说？因为苍玄是想保护母体。苍玄碎壳的时候，看到了母体的记忆，看到了他抱着孩子追着殖民者，看到了他不是入侵者，是母亲，但他没有机会解释。第1代殖民者太多，封进冻土，他只能用碎壳把他们封进最后的力气，把母体被劈碎的心一片一片藏进屏障各处，等他来找，等将来有人能告诉他，你从来没有是一个人在。他们的目标是完整的域外之心，被母体追杀了5000年，被苍玄冰封了10万年，现在碎片的共振信号把他们全叫醒了，他们要抢在母体完全恢复之前吞掉域外之心，取代母体，
成为域外新的主宰。所以俺们现在是两边都要打，老的和更老的。本座，你总结得很准确。老的殖民者105000岁，更老的母土追溯不到年龄，但母土现在是我们这边的。母土是自己人，那敌人就是北方那些刚睡醒的老僵尸。水荒冻土，上百具圣境残骸，目标是云小路。我们先发制人，不让他们靠近青云山，再动土把他们压回去。苍玄当年封他们用了碎壳，本座不用碎，用退的旧壳给他们再加一层。土我去过，在追吞噬兽的时候，走到过最北面。地下不止上百具，是300具。300具里面有一舰队不是残骸，是活的。殖民权大陆上没有修为，但在冰封带域外，它是大地境以上。李玉琪、冷月、苏晨、守山，碎片在云小路脖子上，但山底下封印刚松动，裂缝需要有人守。如果残骸绕开我们直奔封印，你们3个紧紧挡住。蝈蝈、金宝、双双、云小路，跟我北上。小路必须去，他的通灵可以分辨每一具残骸的位置和意图，他的眼睛比我们所有人的灵识都准。不是攻击，是识别。他在识别这碎片是不是真的。停！本座，他们比其他还硬。他们的是域外合金，不吸收灵力，专门反弹灵力。要打得找骨架接缝。本宫的幻术对他有效，但他没有脑子，只是程序，不会混乱。他只会等4个分身同时消失，再重新判断。找到了接缝，在击筑第3散骨和第4骨节之间。他不是来打的，他在扫描，扫完了把碎片信息传回去，然后他只是侦察兵，后面的才是来打的。后面30-40具，本宫的分身根本不够。那你多长几条尾巴呀？本宫的尾巴不是即食面。本座，即食面是什么？就是一种泡了就能吃的东西，俺在青石镇见过。现在是讨论即食面的时候吗？他们不是要来抢碎片，至少大部分不是。他们在往裂缝走，去见母土。谈判，他们谈判，动了10万50年，醒来第一件事是谈判。不是和谈，是威胁。他们说交出界外之子，我们放过天玄。如果不交，殖民舰队重启，从冻土下的飞船残骸。不交，非常不交。她，我的女儿，谁也不给。我叫楚，第一批殖民者，先遣队指挥官。10万5千年前，初代万法归宗把我们封在这片铜土下，封了10万5千年。现在冰化了，我们醒了，但我们不想再打，只想和母土谈判。谈什么？交出那个孩子，域外之心碎片，我们可以不要。母土可以继续在天玄边境当你们的门，条件只有一个：界外之子跟母土回到域外，回到联邦，作为域外之心碎片的法定持有者，接受联邦监管。从此，域外和天玄互不干涉。他的名字叫云小路，青云宗第5名弟子。他不是筹码，青云宗不换人，1万年不换，10万年不换。那战争继续。让我和他说话。你们所谓的谈判，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他在裂缝旁边藏了12具专门挖阵眼的残骸，不是在等回复，是在等你们分心。他已经下令趁我们在这里说话，挖开当年初代封印殖民者的阵眼，不是要放更多殖民者出来，是要把母土封回去。趁他手指离开了裂缝，趁他刚恢复的理智还没稳定，把他和当年初代封印我们的力量一起钉死在屏障上，永远钉死。你怎么知道？域外之眼都看不穿。因为我不是用眼睛看，我是用心听。你的导航核心每一次说一句话就会跳一次，不是因为你撒谎，是因为你怕。你怕母体恢复，你怕他找你们算账。10万5千年前，你们偷了他的孩子，偷了他的心，让他封了10万年。现在他恢复了，第一件事不是报复，是在天上写字，告诉你们谁也不给。他没有说我要杀了你们，他说的谁也不给，他在克制。滚！母体刚才是不是在帮我们？
是。好，本座要重新评估和他的外交关系，从警惕升级为可以一起晒太阳。晒太阳算外交？当然，玄武的外交就是一起晒太阳。母体选了你，不是你的宗门，是你林九婴第11代，你会后悔。娘还在，她今天不是为我，是为了天玄安的阵眼。她说滚，不是对敌人说的，是对过去的10万5年说的。从那道裂缝到这道阵眼，她选了站在天玄这边。我们不坏人，来多少次都不坏，不坏。青云宗第11代，接。